从军归来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大伯一家打残疾，只因上一世他们掏空家产让我背黑锅，狼心狗肺的堂哥抢走我的儿子，女儿跟着我下放病死，悲痛之下我被逼得投湖自尽。再次睁开眼，就听到堂妹舒燕在跟她父母的密谋。爸妈，你们先去港口跟哥哥会合，我不去港城了，我要嫁给姐夫，去部队随军。姐夫谢执业没死，现在趁着输赢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他赶紧下放，你们把家产和宝藏全都转移走，我去找姐夫，让他以为输赢和他们的孩子都死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输赢和他女儿下放没多久就会病死，我保证。好，家产和宝藏全带走，让他背黑锅。等我成了首长夫人，到时候你们回来，可就是另一层身份了。输赢立刻闭上眼，假装自己还晕倒着，心里已经有了全盘计划，当即决定迅速解决掉这一家子人。我握紧了手中的铁勺，听着他们在客厅低声商议，声音里带着兴奋和贪婪。如果满山都是宝物，咱们不能完全带走怎么办？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不知道猴年马月了，万一被其他人发现侵占，那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别想太多了，你们一块硬币都带不走。啊，舒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刚才的话你都听到多少？大伯正准备叫你下来呢，来不及了，要出发了。你看看你这孩子，刚才在地上就睡着了，真愧呀。叫我？切，大伯你人可真好啊，这不是铁勺铁铲没带上，我给你们拿上了。我一勺子猛地敲向舒学成的面门，砰的一声，他踉跄倒地。高杰想去扶他，却被我反手一锅桶拍在后脑勺上，一下又一下的朝着他们猛砸。如果不是理智还存在，真想把他们直接砸死了就算。舒莹，你疯了吗？你在对我爸妈做什么？舒燕，我在给你爸妈做按摩呢，你要不把头伸过来试试？你疯了，你真的疯了。舒莹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你今天要是敢打我，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舒燕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你大呼大叫，你尖细的嗓子真的很像打鸣的大公鸡。上一只对着我叫的鸡已经被爷爷炖了，给我补身体了。他轻轻举起手，手里的锅铲重重地打在了舒燕的脸上。姐姐，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你要是真的看我不顺眼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舒燕，你说我女儿会在乡下病死，那你可猜错了。这一世我会亲手送你们去见鬼。你以为你能取代我？你以为谢执燕会爱你？你根本不了解她，她爱的从来都是我，哪怕我死了，她也愿意抱着我走遍半个中国求医问药。你永远得不到她的爱。舒莹举起铁勺，朝他狠狠砸下。姐姐，你舒燕，你没有想到我也重生了吧？你一定很希望我跟上一世一样投湖自尽吧？只可惜不能如你的愿了。不过我还得谢谢你，让我知道我的丈夫还在世。当一切归于平静后，舒莹站起身，走进房间，抱起熟睡的女儿，检查完她的身体状况后，坐在梳妆台前，指尖轻轻抚过那个罗甸漆器的首饰盒。这是妈妈临终前留给她的唯一信物，甚至意外发现了惊人的秘密。原来舒家最值钱的东西全藏在墙壁后面的架空层里。她翻看着首饰盒里的珠宝，指尖不小心被一枚胸针划破，血珠滴落在一块帝王绿玉佩上。那块玉佩忽然发出微光，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吸力把它吸。女人只是往玉佩上滴了一滴血，结果下一秒她就来到了一处神秘空间。此处四周仙气缭绕，荷叶轻舟，还有一个看起来眼熟的大宅子。她发现自己觉醒了神秘空间的能力，于是她把女儿月月放进空间，然后再搬空全家。第一站就是墙壁后面的密室，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，一整面墙的古董瓷器，连柜子也全收了。然后又去了另外一个房间，20多个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大黄鱼，各种古董字画跟稀缺药材被舒莹收入空间，然后是自己的房间全部清空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其他的舒莹也没有放过，客厅的东西也给收了，上上下下的厨具包括灯具能被带走的，他全部席卷一空。回到院子里的时候，舒学成一家还像是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。舒莹把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，然后拍了拍手，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。看在同样都是舒家人的份上，本小姐就不对你们赶尽杀绝了。不过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搬空全部家产后，舒莹在路边拦了一辆车，急匆匆的就去了港口找儿子。他来到码头售票处，打听前往港城的轮船。售票员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去港城的船被舒家包了，你要是姓舒，就赶紧上船，再过1小时就开航了。舒莹点了点头。包船的人是舒学成，舒杰是我哥，我是他妹妹，你让我进去吧。你们家里还有人没来，船就要开了，你们可得尽快了。谢谢啊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舒莹踏在船上，就看到船头的舒杰正叉着腰冲搬运工吼：动作快点，这里面可都是贵重的东西，一件就能买你们的命了。正经事没见你们没干多少，倒是吸了舒家不少血。舒杰，你现在这么耀武扬威的指挥着别人，我怕你今天没命带走。随后他悄悄地绕到船尾，却看见保姆张玲抱着杨洋坐在角落。舒莹愣了一下，有点大吃一惊。平日里我对他不薄，
没想到他会背叛我，竟会亲手给2个孩子下药。杨洋小脸惨白，怎么摇都不行。张玲眼神躲闪。舒杰说带孩子在路上很麻烦，反正你也要备查，不如我现在直接，到时候我再帮少爷生一个，那时舒杰一定会娶我的。舒莹拿起木棍从后面把他打晕，让杨洋迅速转移到了空间里。麻烦？他给你多少好处？老宅里那套翡翠头面，还是他许诺的党城洋房？被猪油蒙了心的蠢货，舒杰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不知情的舒杰还在船上训话，舒莹趁着他不注意，走到工人面前拦了下来。大家辛苦了，剩下的东西暂时不搬了，我爸妈马上就到了。工人们面面相觑，但看舒莹穿着讲究，出手大方，也就信了。舒莹掏出几张钞票分给他们，多的就当是给你们买凉茶的。工人们千恩万谢地离开了。舒莹转头看着那辆货车，里面全是舒家的宝贝，然后挥了挥手，整辆车的东西瞬间消失，全都进入了空间。见工人迟迟都没搬东西上船，舒杰终于发现不对劲了。你他妈的，那些工人跑到哪儿去了？该不会拿着宝贝跑路了吧？他准备下船找工人算账，舒莹却笑着走上前。堂哥，咱们好歹是一家人，我这一觉醒来你们就要跑了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是不是有点没礼貌？舒杰直接傻了眼，说话有些瞠目结舌。你怎么在这？我爸妈呢？他们不会来了。你不是说我儿子在你手里吗？我操！现在该还给我了吧？他手里还拖着木棍，冷静的仿佛要杀人。舒杰脸色发白，转身就想跑，但是舒莹速度比他还快，一棍子下去，摔在地上，痛得哇哇大叫。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你哥，你要把我打死，公安会抓你的。舒莹冷笑着举起木棍。堂哥放心，我怎么能让我手上沾上你的血呢？我儿子睡了那么长时间，我就是也想让你睡一会儿。连续狠狠地打了他7、8棍，直到他晕死过去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，连这2棍子都挨不下，你怎么敢动我的孩子？随后舒莹不留情地扒光了他的衣服，搜出他身上的钱和证件，全部放进空间。本人只是往玉佩上滴了一滴血，意外发现自己觉醒了神秘空间的能力，于是他偷偷地把家产全部转移到空间。这仓库看着不起眼，里面却大得惊人，仿佛能装下一座山的财富。舒莹走向那些箱子，从堂哥的衣服搜出钥匙，然后一一清点箱子里面的物件。数量没错，没有一件是大伯家的，全是自家的物件。呵，看来大伯早就垂涎这些东西已久了，甚至连他们放在哪里都知道。这一家子贪心的货是只想着从我家偷东西，连自家的东西都没顾得上。忙活了半天，舒莹突然感觉口渴难耐，心里直犯嘀咕，也不知道这空间里有没有可以喝的水。一边寻思着，他一边走出仓库，打算四处找水源。刚出仓库就听到清脆水流声，他顺着声音赶忙找过去，一股清冽的水汽扑面而来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丝丝甜味。绕过房子，一汪清澈如镜的泉水出现在眼前，水汽清甜。他好奇地上前几步，眼前突然弹出一行字：此水为灵泉水，可直接饮用，内服外用，有缓解疲劳、治愈外伤、修复身体机能等效用，另有详细功能，还请自行探索。舒莹眼睛一亮，这泉水真有这么神吗？不过这一路呼吸了这带水汽的空气，我现在还真感觉头脑清醒了，精力也恢复不少。光是水汽的效果都已经这么神奇了，如果直接饮下这水又会怎样呢？舒莹赶紧坐到茶桌边，迫不及待尝了一口。一小口下去，之前喉咙火烧般的干渴感就消退了一大半。一仰头，把整杯水喝了下去，干渴感彻底消失。放下杯子时，几滴顺着杯壁滑落的水掉进掌心，抬手一看，之前被棍子磨破的掌心伤口竟然奇迹般愈合了大半。舒莹有些不敢置信的又将泉水倒进手心里。这种伤口正常愈合至少需2、3天，没想到这几滴泉水竟瞬间让伤口恢复如初。看来这水能治愈外伤，修复身体机能都是真的了。这水果然神奇。洋洋刚被下了药，月月身体也弱得很，如果给2个孩子喝，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滋养身体？他赶忙装满茶壶，匆匆回到房间，2个孩子还昏迷着。洋洋这情况还不知被下了多少剂量的药。妈的，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下药，也真亏他们能想得出来，一群没人性的家伙。舒莹抱起洋洋，小心翼翼给孩子喂水，仔细观察2个孩子的反应。喂完2杯水，坐在床边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神奇的灵泉水对安眠药到底能不能起效啊？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再喂时，俩小脑袋轻轻动了一下，紧接着月月先睁开了眼睛，小姑娘柔软的脸颊红扑扑的。妈妈，哎，月月，妈妈，我脑袋重，月月的脑袋也重。舒莹激动的上前将2个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她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不要哭，洋洋不想妈妈伤心。妈妈不哭不哭，外公外婆虽然离开了，但月月一定会一直陪着妈妈，不会离开妈妈的。好，好。妈妈不会再让你们离开妈妈了，我们3个永远都不分开。乖宝宝，是妈妈不好，把你们弄哭了。咱们3人能在一起，就是最幸福的事，应该高兴才对。
擦干眼泪后，又给他们喂了2杯灵泉水。俩小家伙特别听话，一饮而尽。刚喝完，杨洋就新奇的晃了晃脑袋。杨洋的脑袋好像不重了耶，月月的也是耶，嘿嘿。好，等你们身体好了，妈妈就带你们去京城找爸爸。可现在妈妈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们乖乖在这看书、玩玩具，有问题就喊妈妈，妈妈能听见，好不好？安抚好2个孩子后，他拿着大伯家的钥匙走出空间，然后趁着四周没人，又从空间掏出自行车，飞速来到大伯家。先是院子里的石桌石凳，花园里那些名贵的花花草草，全部收进空间。紧接着是客厅、真皮沙发、茶几、字画，一个不留，全部扫空。女孩偷偷潜入大伯家，准备把宅子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搬进空间。她先是来到客厅，大手一挥，东西全都被吸进空间。随后，她又来到了大伯夫妻俩的房间，只在房间里面找到几条小黄鱼。不对啊，大伯这人一向谨慎，尤其是在金钱方面，他既然决定要走，重要的现金和金条肯定会带上。他抬手一挥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屋子。随后，一个暗门出现在墙上。哦，竟然还有个密室，这老狐狸果然狡猾。舒莹快步走了进去，果不其然，那些瓷器、黄金、书画全都在地下室里摆着，箱子大大小小有几十个，上面布满了灰尘。随意打开一个大箱子查看，里面黄澄澄的一片，全部都是金条，还有许多的经书典籍，通通搬进空间。走的时候连厨房的锅碗瓢盆也不放过，全部扫空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扫荡啊！这2口子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，不管是把他们抓进去蹲一辈子的大牢，还是等这场浩劫结束之后，他们的罪行被赦免，重新获得自由，他们的日子肯定也都好不到哪去。以后有的是机会亲眼看到他们一家子的惨样，哈哈。舒莹刚从大伯家出去，就听见熟悉的铃铛声由远及近，她下意识转头看过去，黄师傅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开着车，一边打哈欠一边揉眼睛，车子上挂着个铃铛，叮叮当当地响着。黄师傅，你等一下来，我们家垃圾比较多，不太好搬的。我操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行，我去旁边抽个烟，你们手脚麻利一点。今天是什么情况？怎么都这么多垃圾？舒莹觉得很奇怪，她躲在角落偷偷望去，这些人怎么鬼鬼祟祟的？这孙太太平时连垃圾都不碰，这会儿怎么拖着比人还高的麻袋？孙太太一步一挪的将那鼓鼓囊囊手臂用力直接扔进车里，袋子里的东西发出清脆的哗啦声。舒莹微微一愣，这声音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呢？不对，这是瓷器碰撞的声音。原来上一世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在赶忙处理家里的东西，只可惜那时我不在这里，竟不知他们把古董瓶罐都扔到垃圾车里。再看邻居们，张大姐和先生都提着大包小包围过来，眼神慌张又不舍。哎，造孽啊！这可都是宝贝啊，这要是当成垃圾丢了处理了，也太可惜了。舒莹忽然心念一动，两眼睛发亮。这些物件他们不能留在家的东西，我空间可以存啊。这些古物名画承载的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，多少历史文化因这些作品传世，但若干年后肯定会后悔。我能救一个是一个，总比烧了砸了强。舒莹赶紧从空间取出装垃圾的麻布袋子，随便塞了点东西，装模作样的凑到垃圾车旁，趁没人注意，迅速伸手触碰几个大袋子，两手碰到了，瞬间就被收进空间。那些被扔掉的宝贝转眼进了空间。随后，舒莹来到农贸市场，打算给2个小孩补补身体，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他，却没想到老板直接把手里的刀往案板上一放。今天的肥肉都已经卖没了，后面的人都散了，想买明天赶早吧。舒莹一愣，我看你这摊位上的肉不是还有很多吗？怎么好好的突然就不卖了？肉是很多，但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没人要的，像是排骨、猪蹄之类的东西。大伙吃肉都喜欢吃肥肉，不仅能够拿回去炸猪油，还更有油水，吃进肚里有分量。一看你就知道平时不经常出来买菜，一点常识都不懂。是啊，大伙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次肉的，偶尔解解馋，当然得吃肥肉才行。像那些排骨和里脊，不仅瘦得要死，而且吃着还塞牙，傻子才会买回去吃。今天运气真差，还是明天早点过来排队吧。大家都怨声载道的离开，只有舒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要是想买肉，明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就来，现在别耽搁我收摊。老板，不用这么着急，从小我就爱吃瘦肉，你这摊位上有多少排骨、猪蹄和精瘦肉，尽管拿来就好，我全都要了。好，你要几根我给你切。老板不用切了，全帮我打包装起来，帮我送到这个地方。好嘞，姑娘，你等着我，这就给你装肉。交代完后，舒莹刚走出菜市场，就看到一大批抄家的人。等抄家的人发现问题，就会直接调查到大伯和堂哥身上。上一世他们全家装车卷家产跑路，让我背黑锅，一大家子上下笑的嘴都快咧到脑后去。现在你们等着去蹲大牢吧，本小姐就不奉陪了。随后，舒莹趁着四周没人，带着物质偷偷躲进空间。要是让我知道哪个杀千刀的小偷居然敢偷我的东西，本小姐一定要剁了他。舒妍一醒过来就破口大骂，
还以为家里被劫匪洗劫一空，可他不知道舒莹趁着他们一家昏迷的时候，偷偷把家产转移到空间。舒燕想起自己刚才苏醒的时候，一睁眼就看到自己跟爸妈全都衣衫不整的，他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，忍不住失声尖叫道：该不会刚才这个家里是真的进了歹徒，不仅劫走了钱财，还劫了色吧？他赶紧在自己身上到处摸索起来，确认了没有那种异样的感觉，才重重松口气。幸好那几个歹徒口味挺重的，居然先挑我爸妈下手，就这么把我给放过了。不然我要是在这种鬼地方把贞洁丢给了一群不认识的陌生人，非得被恶心死不可。这些该死的狗男人，虽然我的确长得是很漂亮，不仅闭月羞花，而且还沉鱼落雁，但他们也不至于觊觎我的美色吧？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恶心的要死。冷静过后，他赶紧跑下楼去，朝着舒学成和高杰的脸上狠狠甩了2巴掌。爸妈，你们赶紧醒醒啊！抄家的人马上要来了，你们要是再不赶紧起来，跟我一块离开这里的话，是会被抓去蹲大牢的。眼见着这2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舒燕只能加重手上的力气，扇起巴掌来更起劲了。几分钟下来，直接把2人都打成猪头脸。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完了，一定是刚才那几个歹徒为了更好的侵犯我爸妈，给他们下了药，所以他们才会睡得这么沉的。现在情况这么紧急，救不了这么多人了，只能是先保全自身。虽然爸爸妈妈是很重要，但还是比不过我自己的小命。舒燕在短暂的犹豫过后，很快就做出了决定。就算他们是被抓去了，也顶多是被关起，即便我跟着他们去了港城，也讨不到任何好处。上一世全家为了享福，把我嫁给肥头大耳的家暴男，我还不如直接过去京城，抱紧谢直燕的大腿，说不定还能够混个军官太太的位置当一当。好不容易重活一世，绝对不能浪费，一定要过得比输赢精彩才行。最后朝着躺在地上的舒学成和高杰看了一眼，他就匆匆忙忙的赶紧跑离了这里。舒莹从空间出来，直奔公交车站台，乘车一路赶往景山脚下。他拿着地图来到山脚下，看了看眼前这座山头，按照地图的标记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那我先喝一口灵泉水，给自己补满体力。他一鼓作气的喝了一大口，然后一路往山上爬。没多久，他就找到了地图上标记的位置最里面那座残破的墓区，看起来年代久远，碑体断裂，像是哪位高祖的长眠之地。舒莹顺着路走近了一些，发现山坡的一块大石头上还刻着爷爷经常用的记号。这记号只有舒家人认识，爷爷为什么会把记号刻在这里？难道这里面有个山洞？舒莹顺着标记走进去，还真有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舒莹心中一喜，从空间里拿出火把走进去，没走几步，果然看见了埋葬在此的祖坟。然后舒莹从空间里拿出香烛纸钱，对着祖先们的棺椁拜了拜，而后绕到后面寻找爷爷所说的宝藏存放地。他按着开关把石门打开，果然是别有洞天。舒莹走进去，举目四望，山洞的一大半都被各种高低不一的箱子铺满，这些少说有300箱吧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他随便撬开一箱子，全都是金子。这么多金子得值多少钱啊？还有各种价值连城的古董、书画、屏风、玉雕，甚至墙上还刻着几百年前的历史壁画，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。舒莹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这些宝贝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，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，我得赶紧把东西收起来，不然到时候大伯把这里招供出来，被那些人找到就不妙了。舒莹立刻动用空间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收了起来。只是这壁画要怎么收起来？舒莹正思考着怎么处理这个难题，结果下一秒雕刻着壁画的石壁直接被吸进空间里，紧接着眼前浮现一行字：特殊物品收入功能开启，特殊物品收入仓已收入壁画1件，空间容量110000000。我操！舒莹大吃一惊，这空间仓库居然这么厉害，连雕刻在墙上的东西都能收起来，并且还有特殊的空间用来存，这也太人性化了。舒莹心中一喜，立刻加快速度将眼前的东西全部收入空间中，随后快速进入空间消失。为了能上学，穷女孩给母亲磕了99个响头，可母亲却说要打断她的腿。从今天开始，再让我看到你一个人偷着跑去学校，我就把你的腿给打断。一个女孩子家的读那么多书，到时候还不是给人家洗衣服做饭？妈，我要是能考上大学，以后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养活你们的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不会给你和爸丢人的。你们只要帮我交学费就可以，其余的钱我自己想办法。我呸！我这儿1分钱都没有。你看看附近还有几个女娃读书的，怎么你是想要当知青大佬呀？你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像你这么大年纪的，人家懂事的早早就出去干活了。我去上学也不会耽误了家里的活，我放学之前会把草打好，放学回来之后再洗衣服做饭。妈，
等我考上了大学，一定好好孝敬你。李红冷笑了一声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供你上几年学，到时候还没给家里挣2年钱，就成了别人家的媳妇，这不是亏本的买卖吗？你要真想孝敬我，就给我乖乖出去打工，把你挣到的那些工资全部都给我。你要是再敢偷偷去学校，我就把你的腿打断了。黎青青似乎是被吓到了，红着眼眶，到底没能说出话来。青青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相看人家了。最近媒人都快把咱们家里的门槛给踏破了。听到这种好事，可把李红高兴坏了，他赶紧走过去。老头子，我可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到时候你让媒人把彩礼要得高高的，我养了她这么多年，又让她上了这么2年学，吃我的那些粮食都不知道有多少斤了，可不能白吃了。放心，早说好了，彩礼至少有30块钱。上一世黎青青就像一件物件，任由父母摆弄，最后她死在了冬天的那场大雪里。舒莹每次想到这些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如今我重活一世，绝对不能让青青再那样仓促的死去。她忘不了带着女儿下放的日子里，黎青青每个月都把自己的部分工资寄给她维持生计，那是比爱情还重要的情谊。那时黎青青寄回来的信是她的精神寄托。可是，在舒莹下放的第11个月，她收到的却是黎青青的死讯。短暂的伤心过后，舒莹擦干眼泪，已经有全盘计划。青青只要不脱离那个苦海，就永远别想潇洒自在的过自己的日子。上一世青青的丈夫段怀川跟谢直燕是一个单位的，我不如带他一起去京城。如果段怀川真的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大不了我来养青青，我们2个人有手有脚的，总不至于还能饿死在京城的街头。打定了主意后，舒莹便搭上了公交车去了。刚进村子，张大姐就迎面走过来：“莹莹啊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正想着要怎么才能联系上你呢。你快点去医院看看青青吧。”舒莹的心慌乱了一瞬间，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，青青的病也提前了吗？青青该不会已经……舒莹腿一软跌坐在地上，大哭起来：“对不起，青青，没想到我还是来晚了。”你干什么呢？人家生孩子你哭什么？我早上就看到他的羊水破了，估计是孩子要提前生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现在他在医院那边连个守着的人都没有，他爸妈连他生孩子都不闻不问的，也不知道青青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，摊上了这么一对爸妈。舒莹赶紧擦干眼泪：“张大姐，青青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”她刚走几步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。我哪里知道这个死丫头主意这么大，当初生下来我就该把她淹死在河里。我那个时候也是想着卖个好价钱，那杀猪匠都出得起32块钱，我再涨3块钱，谁知道她就不干了。现在我是悔的肠子都要青了。你看看你生的好女儿，她值32块钱就不错了，我看你就是太贪心，没用的东西，挺着个大肚子，钱没挣到不说，现在又进了医院，还得倒贴医疗费，真是个赔钱货。舒莹只想冲上去撕烂他们的嘴。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？青青不是你们的女儿吗？现在生死未卜，还在这里说这样的风凉话。他从空间掏出几根香蕉皮放在他们家门口，然后敲了敲门：“楼下有人在收你们家的废品。”舒莹说完立马转身往外走，还没有从筒子楼里走出去，就听到了黎大成鬼哭狼嚎的声音：“哎呦，摔死我了！到底是谁这么缺德？我的腰呀！”哼，只可惜没摔死你们，真是便宜了你们了。替青青报仇后，舒莹急冲冲赶到医院，医生瞧见她，言语中满是埋怨：“产妇难产，现在都已经大出血了，你们家属怎么能这么不上心？要是来的再晚一点，就直接等着收尸吧。”舒莹情不自禁地红了眼眶：“医生，麻烦先给她缝针治疗，我现在就去结算费用。”她忍不住抱起旁边的孩子：“孩子，你妈妈为了生你下来，吃了很多苦，你可一定要平安的长大。这孩子是早产儿，还要去新生儿科观察一段时间，您可以先去缴费，孩子交给我们就好。”舒莹小心地把孩子转交给医生，交完费用后，她立即回产房，却意外看见新生儿科门口有人抱着孩子，鬼鬼祟祟的。舒莹赶紧躲起来，从他们窃窃私语中听到了惊人的秘密：“云儿，虽然你生下来的孩子确实有些问题，可是毕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，总好得过黎青青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孩子给抱过来？”舒莹大脑快速运转，不好，他们这是要换掉青青的孩子。女人把家产全部转移到空间，随后她又从空间掏出木棍，一棍子打在钟元脸上，下一秒舒莹快速夺过孩子。舒莹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打你就打了，还需要什么理由？我看你们一家子狼狈为奸，今天也是为民除害，你们换掉青青的孩子做什么？钟元气急败坏，就要向前抢孩子，舒莹一脚把他踹翻在地，他妈妈魏军更是坐在地上耍起了无赖。大家快来看啊，有人来医院抢孩子了！走廊里的声浪很快引来医护人员，穿白大褂的主任还没开口，钟元已经开始恶人先告状。王主任，舒家抄家的余孽抢我孩子了，快找公安同志过来，把他抓起来。我舒家抄家也总好过你们当人贩子。你生的孩子明明是个残疾儿，为什么要换掉青青的孩子？你不是要报公安吗？我问心无愧，就是不知道你们经不经得起查了。这个孩子是早产儿，确实是他姐姐生的。此时母女两人心虚的说不出话来，围观的病人家属也渐渐明白过来。丧良心的，
人家姑娘拼死生的娃，你们也敢偷？难怪你闺女要生出来一个残废的孩子，这都是你们家里的报应。输赢趁着混乱，抱着孩子躲得远远的，从空间掏出各种牌子的奶粉、麦乳精和奶瓶。回到产房后，用灵泉水泡了一杯牛奶喂给青青。很快，黎青青睁开了眼。莹莹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来了医院？你家里不是？输赢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胳膊。你放心，我好好的，我大概率不会被下放。快看看你的孩子吧。黎青青还不知道刚才孩子差点被抱走的事情。然后输赢又递给他一杯牛奶，这还是黎青青人生中第一次喝奶粉，她还不知道这牛奶加了灵泉水可以帮她缓解疼痛。黎青青叹气，这奶粉的效果真是太神奇了。莹莹，辛苦你了，你家里遭遇变故，还要抽时间在医院里陪我。输赢看了看四周没人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谢芷燕没有死，我就带着2个孩子去投奔她。就算我们没什么感情，可孩子毕竟是她家的。黎青青闻言后，眼睛倏然变大。莹莹，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吗？她这些年杳无音讯，所有人都在传谢芷燕已经牺牲了。此时的黎青青还不知道输赢重生了。千真万确，她不但没死，还好得很呢。段怀川和谢芷燕是一个单位的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她应该也没有死。我都计划好了，等你身体休养好了，我们就坐火车直接去京城的部队。黎青青满脸欣慰地看着输赢，自然是同意他的计划。1个星期过后，输赢便带着孩子跟青青来到火车站。只是输赢万万没想到，谢芷燕知道输家被抄后，便马不停蹄地回来找他。透过大门往里面看去，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复存了，宅子里已经没有了生人的气息。你是什么人？这边都是被查封的住户，可不是随意参观的地方。没事就赶紧走吧。大婶，请问住在这一户的人家去哪儿了？住在这里的都是臭名昭著的资本家，他们的资产都被没收了，当然是该抓的抓，该逃的逃了。你们没事赶紧走，别妨碍我工作了。他抬起头来看了沉闷的天。舒莹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失联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会不会以为我早就死了？谢团，我们要不要去派出所问问？既然输家被抄，派出所必然有档案。临近下午，谢芷燕多方打听，终于打探到了消息。她一刻没停，直接去了郑家。出来敲门的人是郑老爷子，他仿佛是看见了救星一般。芷燕，你怎么忽然回来了？郑伯伯，我听说输赢在失踪之前你见过他，我就想着过来问问，当初输赢见你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输赢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就找过他，托人给他开了介绍信，让他去京城，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路上了。到时候你们一家4口和和美美的在一起。谢芷燕后背有些僵硬，她微微一愣。郑伯伯，您说2个孩子？郑老爷子点了点头，一只手拍在了自己的脑袋上。哎呀，你看看我这个记性，你在前线失联这么久，你肯定不知道，你离开的第2个月，莹莹就诊断出了怀孕了。她怀的是龙凤胎，你现在有一个姑娘，一个儿子，儿女双全，人生也算得上是美满了。谢芷燕只觉得心里泛起了一阵惊涛骇浪。现在归心似箭，女人搬空全部家产，带着2娃去军区找爸爸。不料丈夫却在途中遭遇车祸，大姑子不问缘由，直接把锅甩给他。我呸！一个资本家的女儿，现在还不是高攀了我们家？你们家里的成分本来就有问题，谁知道你这水里有没有掺毒？你都已经把她害成这个样子了，不要让我在医院里见到你！输赢快步走了过去，伸手把他手里的水杯夺了回来，将杯子里的水喝了个干净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我要是真的想要毒死他，我有很多种方法。你是学医的，还是我是学医的？你要是什么都不懂，就不要在这里妨碍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不起我？你别以为出国学过医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们家里的那些钱都不是好盗来的。你个扫把星把芷燕害得这么惨。门外的叶战英听到谢婉莹矫揉造作的声音，烦躁不已，真想扇她一巴掌，直接推门而进。大姐，我看你就是最近得了被迫妄想症。输赢同志懂得那么多东西，都相当于医院里一个专业的护工了，你在这里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要指手画脚。谢婉莹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她没预料到对方会直接把她推了出去。我是她的亲姐姐，难不成我还能害她？你不但不跟我统一战线，反而还要帮着一个害她的外人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叶战英也不惯着他了，直接火力全开。你长长脑子吧，大姐，要不要看看你自己多大年龄了？眼瞅着都快要30了，还在这跟别人撒娇呢？你弟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穿红带绿的过来，还好意思说别人不怀好意？你自己怀的又是什么好意？叶战英毫不留情的就撕开了他的遮羞布，他日盼夜盼，想着谢芷燕早点死，好不容易愿望就要实现了。反正谢芷燕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最好一辈子就待在医院里，永远醒不过来才是最好的。我也不是谢家亲生的，他们分明是看不起我。谢芷燕要是真的牺牲了，谢家的财产还不是全给我？这该死的输赢就要偏偏过来凑这个热闹。他毕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，要是真让他给救活了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叶战英毫不客气地把他带过来的东西全扔给他了。谢婉莹看着周围的人，愤怒地跺了跺脚。你们看什么看？输赢用灵泉水帮他擦拭伤口，他脸竟然莫名地红起来。我也不是要故意占你便宜的，其实我也是为了能让你早点好起来。
他头部的淤血，输赢只能尝试用针灸的方式排出来。从空间里找出了一排针灸针，精准的找到了谢直燕头上的穴位。他的表情很痛苦。输赢轻叹了一声：“我知道这针扎下去不好受，你要是健健康康的，也就不用受这样的罪了。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想看看孩子长什么样子吗？”输赢的手轻轻的拂过他的脸颊，低下头看着他：“我没有过处对象的经验，说话会有些生硬。如果我跟你道歉的话，你愿不愿意醒过来？”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。嫂子，这2个孩子一直念叨着想要见首长，我也实在拗不过他们，所以就带过来了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会醒？这个妈妈还不清楚，不过你们的爸爸一直都很坚强，他一定能醒过来的。听王叔叔说，爸爸在火车爆炸的时候，爸爸救了很多人，他一定是个大英雄，对吗？输赢点了点头，拉着杨洋的手：“爸爸很厉害，他是为了救别人才受伤的，所以我们再多给爸爸一些时间，好不好？”安抚2个小孩后，输赢晚上来到病房，把酒针收起来，又给他喂了一杯灵泉水，一口气喝了小半杯的水。输赢欣喜不已：“你可以自己喝水了，那你是不是马上就要醒过来了？青青在医院里生孩子的时候9死1生，也是喝了这水好的，不到5天他就出院了。你的体质比他要好很多，3天左右的时间，你能醒过来吗？”输赢叹了叹气：“如果你一直不醒来的话，我可就没有太多的耐心了，要不然我干脆就带着2个孩子改嫁。你人这么好，肯定也不忍心我带着2个孩子过苦日子。”谢直燕的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皱，输赢只是自说自话，却并没有注意到。到时候2个孩子就要叫别人爸爸了，你着急也没用的。要是我和别人领了结婚证，那个时候你再醒过来，黄花菜都要凉了。我那个青梅竹马江云洲这么久也没个消息，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。他随口一提，手刚要收回来，又被人重重的抓住。谢直燕缓缓睁开了眼睛，几乎咬牙切齿道：“不行，不许嫁给江云洲！”男人军婚3年没回家，媳妇却说要改嫁。丈夫听见后，直接从病床上气活过来了：“不行，不许嫁给江云洲！”哎，你醒了？我这是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吗？你忘记了吗？你回京城的路上火车相撞，为了疏散群众。朱莹，我没有失忆，我受伤的事情我都记得。我记得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好像说了要改嫁，要让孩子管别人叫爸爸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担心他脑子转不过来，谁成想他转得这么快。我操！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你受伤很严重的。谢直燕没说话，勾勾地盯着输赢的脸。下一秒，他低下头去，用力吻住了他。输赢只感觉全身酥软，他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2个人结婚的那个晚上。输赢，我知道我们2个人的婚姻委屈了你，从今往后，我手里的工资全部都上交，你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，我绝对不过问。其实你不用这么拘束的，我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，只要你是个踏实肯干的人就行。2个人毫无征兆的倒了下去，下一秒就没了理智。第2天醒过来的时候，输赢脸上自然也就没了什么好表情。谢直燕昨天晚上的行为，分明就是不喜欢我，只是因为结了婚就睡了。若换成任何一个人和他结婚，还不都一样？你们男人真是可怕的很，昏迷了这么长时间，刚刚醒过来，身体都还不能动，嘴巴就会亲人了。对不起，输赢，我刚刚醒过来，行为有些冒昧，如果吓到你了，我跟你道歉。你不要再动了，你现在身体上的伤不允许有太大的动作，你还是好好的躺着吧。我去找医生给你看一下。娄医生，611病房的病人醒了。611病房，谢直燕。对，刚刚他太太过来通知我们，说人已经醒了过来。快，过去看看。从手术到现在24小时都没有，他就醒过来了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淑英同志，我看你今天一直都守在医院里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我下午给他把了脉，觉得可以试一试针灸，或许可以帮他加速排出脑部淤血。针灸大概进行了45分钟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就只是给他喂了一些水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。跟我猜想的是一样的，没想到你比我更快一步，看来这样的治疗法是有效果的。谢直燕看着输赢，眼睛里闪过了一抹错愕。输赢，是你日夜守着我把我治好的吗？输赢点了点头。2个孩子都念叨着见爸爸，我总不能让孩子这么小就没有爸爸吧。不过你姐姐倒是很奇怪，似乎并不想你醒来。你是说我姐姐吗？其实我心里有一件事情已经疑惑好久了，到现在我还是有那个猜测，只是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会有点冒昧。没关系，你尽管说来听。输赢走过去伏在他耳边，小声地说着自己的计划。你觉得我的这个计划怎么样？你不觉得你姐姐有问题吗？你们2个人的性格一点都不像，而且你们长得也不像。奈何我在火车上见过跟你长得很像的人，他叫宋招娣，现在就在军区帮我照顾孩子。等你身体好了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现在这个姐姐巴不得你永远都醒不过来，所以到时候我需要你的配合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吧？谢直燕点了点头。不是我帮你，是你在帮我。第2天早上，输赢准备就绪，就等谢婉莹来跳坑。输赢，你在医院里不好好的照顾我弟弟，你要去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要去旁边的楼道透透气。我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，谢直燕终于要死了，阎王要你3更死，
没人能留到5更。婉莹姐，职业一个人在病房里，你还是过去看看吧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弟弟的病更严重了？舒莹的话说了一半，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，只留给了谢婉莹无限想象的空间。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要磨磨唧唧的？他究竟还能不能活？你得告诉我这个当姐姐的呀。这话听着不对劲啊，这姐姐不找医生，确定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？倒着急给弟弟收尸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招属实高明的很，给谢婉莹这傻子炸的真心话都要说出来了。谢婉莹不由分说的冲进了病房，甚至都来不及确认谢之燕死没死，直接扑在了床边嚎啕大哭。弟弟啊，姐姐知道你心里还有很多事情都放不下，你就不要再硬撑着了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他这眼泪说来就来，看得整个病房里的人目瞪口呆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，我弟弟要不是执意要跟你结婚，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他现在死了，你这个冷心肠的女人居然连一滴眼泪都不掉。姐姐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直燕死了？谢婉莹大吃一惊，不可思议的把头转过去，谢之燕眼神沉冷的盯着他。你就这么着急替我收拾？